我们老祖宗常讲一句话，叫人生难得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这辈子能投胎做个人，那是你上辈子不知道磕了多少头，烧了多少好香才修来的福分。可是现在很多人他不懂得惜福啊，披着这张人皮就开始乱来，就开始嚣张，觉得自己口袋里有点钱，手里有点权，老天爷能拿我怎么样？错，大错特错。我告诉各位，老天爷根本不需要拿你怎么样，他只需要给你算一笔账，你的天马上就得塌下来。不信，我们把时间拨回大唐贞观年间，去看看长安首富李文远的故事。你听完他的故事，你就明白了，什么叫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这李文远40出头，他手里握着3家大酒楼，那是天天客满，2家绸缎庄专供达官贵人，城外还有几十亩良田，稳赚不赔。用现在的话说，那是要钱有钱，要面子有面子。但他最骄傲的是他家里那个完美的风水局。他有个儿子叫李志明，16岁，长得一表人才，读书过目不忘，那是准备要去考状元的苗子。他老婆刘氏那是出了名的贤妻良母，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，从来不让他操半点心。李文远每天早上起来，喝着老婆亲手熬的稀饭，听着儿子朗朗的读书声，看着账房送来的银票，他心里就在想，我李文远这辈子值了，只要我继续努力，这份富贵能传他个18代。各位，你们注意哦，当一个人觉得我可以永远富贵下去的时候，往往就是灾难离他最近的时候。易经里讲亢龙有悔，物极必反。你爬到了顶峰，下一步是哪？下一步只能是往下滚。就在一个秋天的早上，这一天天气好得很，万里无云。李文远心情也不错，像往常一样，背着手哼着小曲，推开了后院的门，想去看看儿子读书。后院很安静，只有几只鸟在叫。他远远地看见儿子志明正端端正正地坐在石桌前，手里握着毛笔，好像在思考文章怎么写。李文远心里那个开心啊，心想我儿子就是用功，他怕打扰儿子，就轻手轻脚地走过去，想给儿子披件衣裳。可是当他走到儿子身后，手刚搭上儿子肩膀的那一瞬间，李文远浑身的血瞬间凉透了，儿子的身体硬得像块石头。他吓了一大跳，猛地把儿子转过来，只见平日里那个活泼聪明的志明，此刻面色铁青，眼睛虽然睁着，但瞳孔早就散了，手里还死死握着那支笔，可是人早就没气了，没有伤口，没有中毒的迹象，甚至连挣扎的痕迹都没有，就像是被一只看不见的大手在一瞬间硬生生地把魂魄给抽走了。志明，志明啊！李文远这一嗓子喊的那是撕心裂肺，整个宅子的鸟都被惊飞了。他抱着儿子的尸体，拼命地摇，拼命地搓他的手，想把儿子搓热，可是人死如灯灭，哪还能搓得回来？现在他还不知道，这具冰冷的尸体不过是老天爷跟他清算总账发出的第一张传票。哭了好半天，嗓子都哑了。李文远突然想起来，孩子的妈呢？出了这么大的事，刘氏怎么还没出来？他跌跌撞撞地爬起来，冲进卧室，没人；冲进厨房，也没人。灶台上的锅里，那锅稀饭还咕嘟咕嘟滚着，案板上的咸菜刚切了一半，刀还放在那儿。可是那个跟他同床共枕了10几年的老婆凭空消失了。他不信邪，疯了一样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，衣柜里的衣服都在，首饰盒里的金银细软也没少，甚至刘氏平时最爱的那把梳子还摆在镜子前。人呢，就像是一滴水蒸发在了空气里。李文远报了官，县太爷也重视，毕竟是首富，家里出事了，派了几10个捕快全城搜索，甚至把城门都封了。结果呢，众说纷纭，就是找不到人。各位，你们想一想这幅画面，早上起来你是全城首富，家庭美满，还没到中午，你儿子死了，老婆没了，家空了。李文远瘫坐在大堂的地上，看着儿子的棺材，看着空荡荡的后院，他想破了脑袋也想不通，为什么我李文远平时也没杀人放火啊？我做生意虽然精明点，但也算公道啊，为什么老天爷要这么搞我？为什么？他觉得这是意外，是倒霉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世上哪有那么多意外？你要是懂一点因果，懂一点命理，你就会知道这种断子绝孙、妻离子散的绝户祸
绝对不是偶然的。这就好比一棵大树突然倒了，你看的是风刮的，其实呢，根源早就烂透了，风不过是推了一把而已。李文远转眼间儿子死了，老婆丢了，这要是换作一般人，估计早就疯了。但李文远毕竟是做大生意的，傲气高，他强撑着一口气把儿子的丧事办了，心里还在盘算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只要我李文远还在，这万贯家财还在，我就能东山再起。可他是真不懂啊，钱财这个东西，它是活的，它是长了眼睛的，它是跟着人身上的气走的，也是跟着你的运走的。当你家里的那一股人气散了，当你头顶的那盏运灯灭了，钱财这个东西跑得比兔子还快。果然，儿子头七还没过，李文远家里的怪事一件接着一件，根本就不给他喘气的机会。先是酒楼，那可是李文远的摇钱树啊，长安城里最好的地段，天天爆满。就在儿子死后的第3天，掌柜的满头大汗的跑来报信，喊着头家不好了，出大事了。李文远眼皮一跳，骂道：慌什么？天塌下来有我顶着。掌柜的都快哭了，说：头家，我们酒窖里的酒昨晚还好好的，今天一早开坛全变味了，酸得跟醋一样。好几个老客户喝了一口，当场就掀了桌子，说我们卖假酒坑人，现在正在店门口闹事，要我们赔钱呢。李文远不信邪，亲自跑去一尝，那一坛坛陈酿了10几年的女儿红真的变成了馊水。没办法，为了保住招牌，李文远只能咬着牙把家里的现银搬出来，一家一家的赔礼道歉。这一赔就把流动资金赔了个底朝天。这还没完，前脚刚处理完酒楼的事，后脚绸缎庄又出事了。那是刚进的一批苏杭上等丝绸，几千匹价值连城，堆在库房里，门窗关得严严实实的。结果呢，一夜之间不知道从哪钻出来无数的虫子，把那光滑如水的丝绸咬得跟筛子一样，全是破洞。看着那堆成了破烂的丝绸，李文远感觉自己的心也被咬成了筛子。这一把把他的老本都赔进去了。紧接着就是田庄，那可是保命的本钱。本来庄家长势喜人，眼看就要秋收了，结果一场莫名其妙的怪病就像瘟疫一样在田里蔓延。昨天还是绿油油的麦苗，今天就全都枯黄了，那是颗粒无收啊。短短半个月，就半个月的时间，李文远从一个富甲一方的长安首富，变成了一个天天被人追债、店铺关门、田地荒芜的丧家之犬。昔日那些对他点头哈腰的朋友，现在看见他跟看见鬼一样，躲得远远的。路边的乞丐甚至都在背后指指点点，说：看，这就是那个李大官人，听说他家做了缺德事，遭报应了。李文远坐在空荡荡的大宅子里，手里拿着一壶那已经变酸了的酒，一边灌一边哭。他不服啊，他冲着老天爷大喊：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李文远这辈子虽然爱财，但我也是起早贪黑赚来的啊。我虽然不是什么大善人，但我也没杀人放火，没去抢银行啊。为什么要让我断子绝孙？为什么要让我倾家荡产？老天爷，你瞎了眼吗？各位听到这儿，你们是不是也觉得李文远挺冤的？这就是我们普通人最大的误区，不知道自己病在哪。很多人觉得我不杀人不放火，我就是好人，我就该有好报。错，因果这东西不是光看你这辈子这几十年干了啥。这就好比种树，你现在看着这树叶子黄了枯了，你就拼命给叶子浇水，有用吗？没用。因为问题出在根源上，那个根埋在土里，埋在你看不见的过去，埋在你累世的业力里。李文远现在遭遇的这一切，家里死人那叫人亡，生意破产那叫家破人亡家破。这就是老天爷在给他清算总账，这是要把他打回原形，让他一丝不挂的去面对他灵魂深处那个最肮脏的自己。就在李文远想拿根绳子在自家房梁上吊死一了百了的时候，门外传来了一声悠长的叹息：无量天尊，施主死都不怕了，还怕活着听一句真话吗？这声音就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李文远浑浑噩噩的脑子。他抬头一看，只见门口站着一位老道长，须发皆白，仙风道骨，手里拿着个拂尘，那双眼睛亮得吓人，
仿佛能直接看穿李文远的五脏六腑。这个道长叫袁守诚。李文远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，喊道：道长，救我，我不想死得不明不白啊。袁守诚看着他，摇了摇头说：救你的不是贫道，是你自己。但是要想救自己，你得先敢看一眼你的本来面目。说着，袁守诚的手伸向了怀里，摸出了一样东西。这东西一拿出来，整个屋子的温度瞬间就降了好几度。这老道士手里拿出的那个宝贝，就是我们的主角赵业进。李文远跪在地上，哭得像个孩子。他抓了袁守诚的道袍下摆，那手劲大的指节都发白。他说：道长，你告诉我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我那儿子才16岁啊，我那妻子跟了我半辈子啊，为什么报应都落在他们身上？我李文远就算贪点小便宜，也就是个商人本分，怎么就至于遭这种天谴？袁守诚低头看着他，眼神里既有慈悲，又有一种让人不敢直视的严厉。他说：施主，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无辜，可你知不知道这世上有一种债叫隐债？袁守诚把手里那面铜镜举了起来，这镜子看起来普普通通，背面刻着斑驳的云雷纹，镜面也是雾蒙蒙的，根本照不出人影，这叫照夜镜。袁守诚缓缓说道：凡夫俗子活在无名长夜之中，看不清前世因，也看不懂后世果。这面镜子能破开这漫漫长夜，让你看一眼你的本来面目。李文远眼睛一亮，伸手就要去拿，说：让我看，我要看。袁守诚手一缩，躲开了。他盯着李文远的眼睛，一字一顿地说：且慢，天机不可泄露，想看这镜子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李文远急得大喊：我有钱，我还有几处房产没卖，我都给你。袁守诚笑了，那是带着一丝嘲讽的笑。他说：钱在因果面前，钱就是废纸。想看这镜子，得用你的阳寿来换，看一眼折寿3年。你现在已经是风烛残年，这3年阳寿一去，你也离死不远了。你还敢看吗？李文远愣住了。3年阳寿，他看了看空荡荡的屋子，看了看那已经凉透了的儿子的棺材，突然他惨笑了一声：哈哈哈哈，阳寿，我现在生不如死，还要这阳寿有什么用？道长，别说3年，就是10年我也给，我只想死个明白。我只想知道，我李文远到底是个什么畜生转世，才会害死我全家。这就是绝望到了极致，反而生出了勇气。袁守诚点了点头说：好，既然你有此觉悟，那贫道就成全你。说完，道长将那面铜镜递到了李文远手里。李文远颤抖着双手接过铜镜，这镜子一入手，那是刺骨的冰凉，就像握着一块万年的寒冰。紧接着，一股看不见的气流顺着他的手心，嗖的一下就被镜子吸进了去。李文远的身子猛地一晃，脸色瞬间苍白，那是精气神被瞬间抽走的样子。但他死死地盯着镜面，原本雾蒙蒙的镜面突然开始旋转，发出幽幽的绿光，那光芒越来越亮，最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，直接把李文远的魂魄给吸了进去。周围的景色变了，李文远只觉得眼前一花，周围的冷风突然变成了燥热，镜子里的画面渐渐清晰起来。这是一个闹饥荒的年头，地上也是干裂的，路边的树皮都被人啃光了。画面中央是一座高大的粮仓，粮仓门口站着一个胖子，这胖子穿金戴银，满面红光，肚子大得像怀了8个月的身孕，走起路来脸上的肉都在颤。李文远一看这胖子的脸，吓得差点没背过气去。虽然发型衣着不同，但眉眼之间分明就是他自己。这就是他的前世，叫阿远。粮仓外面围着几百个面黄肌瘦的老百姓，一个个瘦得皮包骨头，跪在地上磕头求粮，喊着：阿远老爷，行行好吧，家里孩子3天没吃饭了，施舍一点吧，求求您了，给口陈米也行啊。那个前世的李文远在干什么呢？他手里拿了一把算盘，在那噼里啪啦的拨，脸上挂着那种让人恶心的笑。他说：施舍，哼，我的粮食是大风刮来的吗？嫌贵别买哦。我告诉你们，今天不买，明天再涨3成。这时候有个老太太拿出一个玉镯子，那是她家的传家宝，哭着递过去说：老爷，
这一镯子值10两银子，换1斗米行不行？阿远一把抢过镯子，对着太阳照了照，冷笑一声说：10两，那是太平年月的价。现在这世道，这破石头也就值半斗米，爱换不换。老太太没办法，只能含泪换了半斗米。阿远看着老太太蹒跚的背影，转头对自己伙计说：看见没，这就叫商机。这帮穷鬼，这就是我们的摇钱树。李文远在镜子外面看着，气得浑身发抖。他这辈子虽然也爱钱，但好歹还讲个公平买卖。他没想到自己上辈子竟然是个这么丧尽天良的畜生。这时候袁守诚道长的声音冷冷地传了过来：看清楚了吗？这就是第一种人，贪得无厌，发国难财，赚这种黑心钱。各位，我要在这里给你们划重点了。这种人为什么下辈子会投胎做猪、狗、牛、马？这可不是老天爷心情不好随便罚的，这里头有铁一样的逻辑，这叫能量守恒。你想想看，那个阿远，他这一辈子在干什么？他在吞，他像个无底洞一样，把老百姓的血汗、救命钱统统吞进自己的肚子里。他只进不出，占尽了别人的便宜，剥削了别人的生存资源。他在天地间欠下了一笔巨额的债，人死灯灭，钱带不走。但是这笔债那是刻在你灵魂里的，下辈子怎么还？做人肯定是还不起的，因为做人还得穿衣吃饭，还得消耗资源，那就只能做畜生，做牛做马。你上辈子不是不干活光享受吗？行，这辈子让你天天干重活，拉车耕地，被人拿鞭子抽，直到你把你上辈子偷懒少干的活全补回来，做猪做羊。你上辈子不是吞了别人的血肉吗？行，这一辈子你就要把这一身肉长出来，被人杀，被人吃，用你的肉体去偿还你欠下的物质债，这就叫连本带利。你看现在社会上有些老板克扣员工薪水，还觉得理所当然；有些奸商为了赚钱往食品里乱加东西，卖黑心商品，他们以为自己赚到了。呸，他们那是在透支未来几辈子的福报。袁守诚指着镜子里那个还在数钱的胖子，对李文远说：施主，你看看他那个肚子，那里面装的不是饭，是那一层百姓的怨气。这股怨气不散，你投胎做猪做狗，被人宰杀千百次，都还不清啊。李文远听得冷汗直流，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这辈子他生意会突然崩盘，为什么绸缎会被虫咬，因为那是因果在强制平仓。他在还上辈子的债，只是这利息实在太高，直接要了他今生的命。但这还只是贪字一关，比起贪钱，还有一种更可怕的罪，那是直接把人当牲口踩的。镜面一转，画面变得更加血腥还压抑。李文远还没来得及喘口气，就被拉进了第二个噩梦里。画面来到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大堂之上，这回前世的李文远不再是个商贩，而是穿上了官服，戴上了乌纱帽，那威风凛凛的样子，看着真像个人物。可是你看他干的事儿，大堂下跪着一个书生模样的年轻人，被打得浑身是血，在那喊冤，说：大人，明明是那恶霸抢了我家田产，还打伤我老母，为何反过来判我有罪？那个官老爷李文远坐在高台上，手里把玩着一锭沉甸甸的金元宝，那是恶霸刚刚偷偷塞给他的。他眯着眼睛，嘴角挂着一丝残忍的冷笑，猛地一拍惊堂木，吼道：大胆刁民，本官说你有罪，你就有罪，敢跟本官讲道理，在这个地盘，本官的话就是道理。说完，他手一挥：来人，给我往死里打，打到他认罪为止。看着那板子一下下打在书生身上，皮开肉绽，惨叫声震天。那个官老爷不但没有一丝怜悯，反而靠在椅子上闭着眼睛，一脸享受的表情。他在享受什么？他在享受那种把别人的命运捏在手心里随意蹂躏的快感。紧接着画面又跳，这回是在大街上，他的马车冲撞了人群，踩伤了几个摆摊的老人。他不但不道歉，反而从车窗里探出头来，拿着马鞭指着那些呻吟的老人骂，说：不长眼的东西，敢挡本官的路，踩死你们就像踩死几只蚂蚁，滚开！李文远在镜子外看得拳头都硬了，他没想到权力的傲慢竟然能让人变得如此面目可憎，简直就是披着人皮的恶鬼。袁守诚道长的声音像一把冰刀子插了过来，这就是第二种人，弄权虐民，仗势欺人，信奉弱肉强食。各位听好了，
这种人下辈子投胎去哪？豺、狼、虎、豹，也就是我们说的猛兽。很多人可能要说了，哎呀，老师，做老虎，狮子多威风啊，百兽之王，没人敢惹，这哪里是惩罚？大错特错。你们只看见了动物园里的老虎，那是被人养着的，你没见过野生动物的真实生活。老天爷让这种人做猛兽，那是对他们最精准的惩罚，叫求人得人。你也配做人？人之所以为人，是因为我们有仁，有恻隐之心，懂得同情弱小。你既然喜欢弱肉强食，你既然觉得谁拳头大谁就有理，那你就不配做人。你的频率跟人道不合，那哪最适合你？丛林，恐惧的轮回。你以为做豺狼虎豹很爽吗？那是无时无刻的恐惧。这也就是中医里讲的肝火太旺，必伤自身。猛兽的眼里，世界全是敌人，他们没有朋友，没有亲情，连睡觉都得睁只眼，怕被更强的野兽偷袭，怕被猎人下套。他们一辈子都在杀戮和被杀的恐惧中度过，饿了要硬拼，老了被咬死，病了被饿死。那个前世的官老爷生前喜欢把人当蚂蚁踩，喜欢看人恐惧的样子。好，老天爷成全你，下辈子让你去原始森林里，天天过那种提心吊胆随时会被撕碎的日子，让你也尝尝什么叫在这个地盘，力量就是道理的滋味。李文远听得两腿发软，他想起了自己这一世虽然没做官，但有时候对伙计也是非打即骂，觉得自己有钱就是老大。原来这种心态就是在往畜生道里钻啊。但这还不是最狠的，贪钱的变猪狗，弄权的变豺狼。接下来这第三种人，那是直接把心给挖没了。这种人的下场是真正的血流成河，镜子里的光芒突然变得血红一片，一股浓烈的腥臭味扑鼻而来，画面定格在一个嘈杂脏乱的屠宰场，地上的血水积得厚厚一层，踩上去那是啪叽啪叽响。前世的李文远这回是个满脸横肉的屠夫，他光着膀子，手里那把杀猪刀磨得锃亮，还在滴血。他脚边捆着一只正在哀嚎的老黄牛，那牛眼里流着泪，在那给他下跪，似乎在求他饶命。可是这个屠夫呢，他看都不看一眼，他那种眼神比他手里的刀还冷，那是一种麻木，一种对生命完全的漠视。他猛地一脚踹在牛头上，骂道：哭什么哭，畜生就是给人吃的，这是你的命。说完手起刀落，噗嗤一声，鲜血喷了他一脸，他连擦都不擦，反而伸出舌头舔了一下嘴角的血，露出了一个狰狞的笑容。接着他又抓起旁边笼子里的鸡鸭，那是机械式的割喉，拔毛，开膛破肚。在他眼里，这些不是生命，这就是一堆堆行走的肉块，是换酒钱的工具。他不仅杀，他还虐。有那没死透的狗在那抽搐，他上去就是一顿乱剁，边剁边笑，说命还挺硬，我看是你硬还是老子的刀硬。李文远在镜子外面捂着嘴，差点吐出来。他这一次虽然爱吃肉，但从来不敢看杀生。他没想到自己灵魂深处竟然藏着这么重的煞气。袁守诚道长看着那血腥的画面，叹了一口气。这就是第三种人，心狠手辣，杀业深重，全无慈悲之心。各位，这里我要讲个很严肃的道理，这种人下辈子投胎去哪？鸡、鸭、鹅、鱼，也就是我们说的家禽、家畜。为什么是这些？你可能会问，老师，刚才那贪官不是变豺狼吗？怎么屠夫反而变弱小的鸡鸭了？这就是天道的公平之处。豺狼虽然苦，但好歹还能反抗，但是鸡鸭呢，那是任人宰割。那个屠夫前世是怎么对那些动物的？他利用自己强壮的身体、锋利的刀具，去欺负那些被捆绑的无法反抗的生灵。他在那些生灵最恐惧、最无助的时候，没有给过一丝一毫的怜悯。好，老天爷说，你既然不懂什么叫众生平等，那你就去亲身体验一下吧。下辈子卸掉你的人生，拿走你的刀，把你变成一只鸭子，关在笼子里。你也想活，你也怕死，但是当那只大手抓着你的脖子把你拎起来的时候，当那把明晃晃的刀架在你脖子上的时候，你叫天不应，叫地不灵。那一刻的绝望，那一刻的疼痛，就是你前世施加给别人的总和。一命抵一命，一刀还一刀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屠夫到了晚年身体会出各种怪病，
浑身疼，查都查不出来，那就是冤亲债主在身上咬啊。袁守诚指着镜子里那个满身血污的屠夫，对李文远说：施主，你看他的心早就变成石头了。人之所以为人，是因为这胸口有一团阳气，那就是恻隐之心。心都没了，那就只是个会走的肉块。下辈子被人端上餐桌，也是在所难免的因果啊。李文远吓得浑身哆嗦，他想起自己平时为了吃口新鲜的，经常指着活鱼活虾说要这只给我现杀，那是不是也是在给自己记账啊？但这还不是全部，贪钱伤身，杀身伤命。还有一种人，不动刀不动枪，就靠一张嘴，就能把家给毁了，把福报给漏光了。镜子里的画面突然安静了下来，没有血，没有惨叫，只有这世间最让人心寒的声音。来看看李文远的第4个前世到底干了什么缺德事。镜子里的画面转到了一个富丽堂皇的大宅院，这时候的李文远是个年轻力壮的公子哥，他对面坐着2个白发苍苍的老人，那是他的父母。老父亲手里端着一碗药，手有点抖，药汤洒了几滴在桌子上。就因为这点小事，那个公子哥啪的一拍桌子，站起来指着老父亲的鼻子就开始骂，说：老东西，你还能干点什么？吃啥啥没够，干啥啥不行，连个碗都端不住，怎么不早点死，省得给我添乱。老父亲吓得一哆嗦，碗掉在地上碎了。母亲在一旁抹眼泪，想劝一句，结果那公子哥转头对着母亲又是一顿骂，说：哭就知道哭，真是倒霉，我这辈子的好运都被你们2个老不死的给哭没了。这还不算完，画面一转，他对老婆也是恶语相向，嫌饭做得不好吃，张嘴就是你是猪脑袋吗？他对朋友也是尖酸刻薄，人家有点什么事他不去帮忙，反而在那说风凉话，专门戳人心窝子。李文远在镜子外面看得脸红脖子粗，他突然想起来自己这辈子虽然没骂过父母，但他对那个失踪的老婆刘氏确实经常没好脸色，有时候生意不顺，回家就拿老婆出气，骂他是扫把星。原来这种话每一句都是在给自己造孽啊。袁守诚道长冷冷地看着镜子里的画面，说道：这就是第4种人，不孝不悌，恶语伤人，专门用舌头去杀人。各位，这种人下辈子投胎去哪？鸟、雀、乌鸦、喜鹊。你们可能会想，做鸟也不错啊，飞来飞去，自由自在。哼，那是你们不懂天机。老天爷为什么罚这种人做鸟？这里面有2个道理。第一，剥夺你的话语权。人之所以为人，最宝贵的就是这张嘴，能讲道理，能传圣贤书，能说暖人心的话，这是人道特有的权利。你既然不懂得珍惜，你既然把这张嘴当成喷粪的工具，当成伤人的武器，行，那就把你是说人话的资格收回去，下辈子给你安张尖嘴，让你变成麻雀，变成乌鸦，你就在那叽叽喳喳哇哇乱叫吧。你叫破了喉咙，也没人听得懂你在说什么。你叫得再大声，在人类耳朵里也只是噪音。这就叫你有话却说不出来，也没人听，这就是对你乱说话的惩罚。第二，让你变成惊弓之鸟。那些恶口的人，生前让别人心里不得安宁，下辈子做鸟，你自己也就不得安宁。鸟的胆子是最小的，稍微有点动静就吓得乱飞。你让别人心惊肉跳，下辈子就让你心惊肉跳。袁守诚指着那个正在骂街的公子哥，对李文远说：施主，口业如山啊，你家里风水好不好，全看这张嘴，一张破嘴能把那金山银山都给骂塌了。你看看那个前世，虽然穿着绫罗绸缎，但家里全是怨气，这福气早就漏光了。李文远下意识地捂住了自己的嘴，他想起自己以前骂人的时候，那确实是图一时痛快，觉得自己威风。现在想想，那哪是威风啊，那是在对着自己的福报挥刀自宫啊。各位赶紧反思一下，你在家是不是也经常吼孩子，骂老公，骂父母？如果有，赶紧闭嘴，别等到下辈子变成了树枝上的一只麻雀，看着亲人却喊不出名字，只能叽叽叫的时候再去后悔。好了，这嘴巴的债讲完了，接下来就是这最后一种，也是最脏最见不得光的一种。这种人现在社会上可是越来越多了，而且很多人还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。镜子里的光线变得特别暗，还带着一股发霉的味道，一股子胭脂薯粉的味道
扑面而来。画面是在深夜的后巷，或者是那种挂着红灯笼的烟花柳巷。前世的李文远这回是个有钱的浪荡子，他穿的花里胡哨，一脸的猥琐相。他在干什么？他在调戏良家妇女。人家小姐太太路过，他非要上去动手动脚，嘴里说着那些不堪入耳的脏话。人家反抗，他就拿钱砸人，或者仗着人多势众，硬生生的把人往黑巷子里拖。画面再转，是他整天泡在青楼酒肆里，左拥右抱，眼神迷离。他看女人的眼神不像是在看一个人，而像是在看一件发泄欲望的工具。他心里没有爱，没有尊重，只有占有和发泄。他甚至还以此为荣，跟狐朋狗友吹嘘，说你看这城里的漂亮女人哪个没被我碰过。李文远在镜子外面看着，脸都臊红了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他这辈子虽然生意忙，没怎么乱搞，但他年轻时确实也去过这种风月场所，那时候觉得是逢场作戏，是风流潇洒。现在在镜子里一看，那哪是潇洒，那就是一只发情的公狗。元首陈道长满脸的厌恶，拂尘一甩，仿佛要扫去这满屋的晦气。他说，这就是第五种人，淫邪无度，败坏伦常，满脑子污秽。各位，这种人下辈子投胎去哪？蛇、虫、鼠、蚁、蟑螂、臭虫，你们听听，这都是什么东西？都是生活在水沟里、阴沟里、烂泥里，永远见不得光的东西。为什么？这叫物以类聚。第一，喜阴怕光。邪淫的人干的都是见不得人的事，他们的心是黑的，是暗的，他们怕太阳，怕正气。好，老天爷成全你，下辈子就把你扔到水沟里，扔到地板缝里，让你一辈子都在阴暗潮湿的地方爬行，只要一见光就要被人踩死，就要被人拿开水烫死。第二，这里就要讲点道理了。我们老祖宗讲精气神，这精是你生命的底子，是你那盏油灯里的油，你天天在那乱搞，就是在漏油。你把人的这点贵气都漏光了，那你就不配做人了，你只配做那些低等的肮脏的虫子。你看那苍蝇专门往臭的地方叮，你看那蟑螂专门往脏的地方钻。那个浪荡子前世的心就跟苍蝇蟑螂一样，只对脏东西感兴趣，所以他的灵魂早就已经长出了触角，长出了硬壳。袁守诚指着那个正在黑巷子里作恶的浪荡子，对李文远说，施主万恶淫为首，这不是吓唬你的，淫邪最伤骨髓，最损阴德。这种人死后想投胎做猪狗都难，只能去那最脏最臭的地方去当虫子。李文远听得头皮发麻，感觉浑身都有虫子在爬。他终于明白，为什么有人生下来这就清贵，有人生下来就猥琐，这都是相由心生，这都是几辈子修出来的，或者是露出来的。这五种人我们算是看全了，贪财的变猪狗，弄权的变豺狼，杀生的变家禽，嘴毒的变鸟雀，邪淫的变虫蚁。看到这儿，李文远算是彻底服了，但他还没明白，这前世的债跟今生死去的儿子、失踪的老婆到底有什么关系。如果你觉得前面看的那些猪狗牛马离你很远，那下面你可得竖起耳朵听好了，因为下面我们讲的是家里人。你以为你生的儿子就是你的，你以为你娶的老婆就是你的，在因果的账本上，那名字后面写的可不是亲人，而是债主。李文远瘫坐在地上，那面照夜镜里的光芒渐渐收敛，最后变回了一面普通的铜镜，但他整个人像是被雷劈了一样，呆呆地看着镜面。因为就在刚才镜子熄灭前的最后一瞬间，他看到了让他魂飞魄散的一幕。那个在第一世里被他囤积居奇，活活饿死在城门口的乞丐少年，临死前那双绝望的眼睛，竟然跟他刚刚死去的儿子李志明的眼睛一模一样。那个在最后一世里被他在黑巷子里调戏、羞辱，最后含恨上吊的良家妇女，那张梨花带雨的脸，竟然跟他那个突然失踪的妻子刘氏重叠在了一起。啊！李文远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，他终于懂了，他全懂了。袁守诚道长收起铜镜，叹了一口气，声音沉重的像一口古钟。他说，施主看明白了吗？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，只不过有的重逢是为了报恩，有的重逢是为了讨债。无怨不成父子，无债不来夫妻。
李文远浑身颤抖，指着儿子的棺材，声音都在哆嗦，说：“你是说志明他讨债的？”“没错。”袁守诚点了点头。“前世你做奸商，抢了那少年的活命娘，这一世他投胎做你的儿子，聪明伶俐，让你欢喜，让你在他身上花无数的钱培养他。等到这笔钱花了跟你前世欠他的数目一样多的时候，账平了，人也就走了。他走得干脆利落，不带走一片云彩，只给你留下无尽的痛苦，这痛苦就是你前世施加给他的利息。”李文远听完只觉得心如刀绞，原来这10几年的父子情深不过是一场精准的还债局。袁守诚又指向那空荡荡的后院，说：“至于你的妻子，前世你做浪荡子毁人清白，这一世她嫁给你，给你操持家务，那是来的一段孽缘。本来这缘分还能维持几年，但因为你今生虽然没大恶，却依然小气刻薄，口业不断，把你那点仅存的福报都漏光了。福报一断，缘分立斩，所以他莫名其妙的消失，那是老天爷把他收走了，你不配再拥有他了。”各位听到这儿，你们是不是后背发凉？我常跟你们讲，家里不顺，先反思自己欠了谁的。很多人孩子不听话，是个败家子，天天给家里惹祸。你别光顾着打孩子，你得想一想，是不是你这辈子或者上辈子坑过别人的钱，这孩子就是拿着欠条来讨债的。很多人夫妻感情不好，天天吵架打架，那是冤家聚头。你别光怪对方脾气臭，你得问问自己，是不是以前玩弄过别人的感情，这都是回力镖，最后都扎在自己身上。李文远此刻是悔恨交加，他在地上砰砰砰的磕头，磕得头破血流。他说：“道长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是个畜生，我前世贪婪、弄权、杀生、恶口、邪淫、五毒俱全，我活该断子绝孙，我活该家破人亡。可是我现在该怎么办？我还能回头吗？我也要变猪变狗了吗？”袁守诚看着他，眼里的严厉慢慢褪去，换上了一丝慈悲。老道长弯下腰，扶起了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首富。他说：“施主，天道虽无情，但也留一线生机。你既然能用阳寿换来这真相，说明你还有一丝悔过之心。只要这颗人心还没死，你就不用去做畜生。”李文远擦干了血泪，像个小学生一样问道：“道长，请赐我解药，哪怕是让我上刀山下火海，我也去。”袁守诚摇了摇头，笑了：“不用上刀山，也不用吃灵丹，这解药啊，就在你自己身上。你之所以会堕入那5种畜生道，是因为你的心病了。心病还需心药医。你要想改命，要想下辈子还做人，甚至做个有福报的人，你就得把你那个畜生心给挖掉，换回一颗人心来。”袁守诚给了他4句保命口诀，各位你们也记好了，这比什么风水摆件都管用。第一，贪字变舍字。你前世贪得无厌，今生就得学会布施，别老想着往口袋里揣，要学会往外掏。看到穷人帮一把，看到难处搭把手。钱这东西是水的属性，流动起来才是活水，堵在那儿就是臭水沟。第二，杀字变生字。你前世杀气太重，今生就要护身。别说杀鸡宰羊了，就是看到地上的蚂蚁，你也得绕着走。对万物都要有个敬畏心，你敬畏生命，阎王爷才会在生死簿上敬畏你的名字。第三，毒口变金口。你前世嘴巴太毒，今生就要修口德，话到嘴边留半句，伤人的话咽肚里，多夸人，多说吉祥话。你嘴里吐莲花，你家里才能开莲花。第四，邪淫变清净。你前世下流肮脏，今生就要守身如玉，不管是心里想的还是手里干的，都要干干净净，做个正人君子。你身上的鬼气散了，正气足了，那些倒霉事儿自然就不敢近身了。李文远听完如雷贯耳，长跪不起。那天之后，长安城少了一个叫李文远的首富，多了一个叫李文远的善人。他变卖了仅剩的一点家产，把钱全都捐给了孤儿院和养老院。他在城门口开了个小粥铺，每天不为了赚钱，就为了给路过的穷人乞丐一口热乎饭吃。他对谁都客客气气，哪怕是乞丐骂他，他也笑脸相迎，还给人家鞠躬。他再也不吃肉了，看见有人卖鱼卖鸟，他就凑钱买下来放生。大家都说他疯了，
傻了。只有李文远自己知道，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清醒过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心里踏实过。20年后，李文远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里安详地走了。走的时候没有什么万贯家财，但他脸上带着笑，满屋子都闻到了一股奇异的檀香味。有人说看见一只白鹤从他屋顶飞上天了，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成仙了，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，下辈子他绝对不会去变猪变狗，他一定是个福寿双全的大好人。好，各位，故事讲完了。李文远走了，那个大唐的贞观盛世也早就成了历史的尘埃。但是道理没变，天道没变，人心也没变。我看很多人听的那是大气都不敢出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镜子照出来的东西太真实了，它照的不是别人，照的就是我们自己心窝子里那点不敢见人的算计。我知道大家记性不好，或者刚才听着听着就走神了，没关系，我今天既然要把这道理讲透，我就不嫌麻烦。我把前面讲的那5种雷区最后再给你们重点整理一遍，你们现在就摸着自己的良心对照一下，看看自己有没有踩雷。第一种，贪得无厌的变猪狗，症状是只进不出，把钱看得比命重，下辈子变猪变狗就是去还债的。怎么救？学会舍。钱是身外之物，手心向下是福，手心向上是债。第二种，仗势欺人的变豺狼，症状是手里有点权就给别人穿小鞋，后果是送你去森林法则里恐惧轮回。怎么救？学会静。位置越高，腰要弯得越低。第三种，杀心太重的变家禽，症状是对生命麻木不仁，后果是一命抵一命。怎么救？学会慈。心软的人命才长。第四种，嘴巴太毒的变鸟雀，症状是刀子嘴，专门戳人心窝子，后果是没收你说话的权利，变麻雀叽叽喳喳没人听。怎么救？学会忍，闭上嘴就是积德。第五种，淫邪下流的变虫蚁，症状是满脑子脏东西，见不得光，后果是漏光灵气，只配做阴沟里的虫子。怎么救？学会静，堂堂正正做个人，别让自己馊了。讲完了禁忌，最后我要跟你们讲讲大道。李文远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核心道理？心就是那个最大的风水眼。你把家里装修得像皇宫一样，门口摆着2个大石狮子，屋里挂着名家字画，但是如果你住在这个屋子里的人心是黑的，嘴是毒的，行是不正的，我告诉你，再好的风水局也会被你这一身的煞气给冲得稀巴烂。反过来，哪怕你就住个茅草棚子，家徒四壁，但是你心存善念，你孝顺父母，你夫妻和睦，你对谁都客客气气，那你的屋子里就是满是生香，连鬼神路过你家门口都要给你鞠个躬，还要保佑你平安。这就叫福地福人居，福人居福地。那个袁守诚道长手里的照夜镜，其实就在我们每个人心里。每天晚上睡觉前，你闭上眼睛，问问自己，我今天有没有做亏心事？我今天有没有伤人心？我这个心是红的还是黑的？如果你的心是安的，那你就是这世上最有福报的人，哪怕天塌下来都有个高的人给你顶着。因为老天爷不杀善人，利他就是最高级的利己。你帮别人其实是在给自己存钱，你爱别人其实是在给自己积福，这账算得比银行还精。好了，这堂救命课讲到这里，算是彻底讲透了。我知道能听到这里的你们，那都是有慧根有福气的人，那些没福气的，他们听不进去这种逆友的忠言。最后我想邀请你做一件能为你自己累积福报的小事，请在留言区留下你的善言，哪怕只有4个字，比如积德行善，或者不枉为人，又或者为你的家人，为你的父母，为你的孩子留下一句祈福的话，比如愿家人平安，愿众生离苦。不要小看这几个字，你在打出这几个字的时候，你的心是善的，你的念头是正的，这么多人的善念汇聚在一起，那就是一个巨大的正能量磁场。这个磁场能帮你挡灾，能帮你聚气，让我们一起把这股善气传下去。我们下次再会。